苏浅浅，你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傻子，替娇娇嫁给北凉王那个疯子，是你这贱骨头8辈子修来的福气。到了王府，你哪怕是死，也得给我死在北凉王的院子里。敢跑，我打断你的狗腿！娘，您跟一个傻子废什么话？平白冻坏了身子。我的好姐姐，你真当去北凉王府是去当正妃的？那北凉王萧寒双腿残废，性情暴虐，全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个活阎王？听说他府里的女人只要惹他不痛快，全都落不得好下场。你就安分的替我去受着吧。大皇子正妃的位置，还有未来母仪天下的尊荣，只能是我苏娇娇的。去了那里，能吃饱饭吗？嬷嬷说，家人就有大肉包子吃。能，去了那边自然有你的饭吃。起轿，拿钉子把轿门给我钉死，别让这傻子半路跑了，坏了侯府和皇子殿下的大事。这位苏家大小姐，今夜熬得过3更天吗？王爷，苏侯府的喜轿到了，人已经被粗使婆婆强行送入喜房，轿门甚至是用铁钉钉死的。外头都在传，那是苏家送来的替嫁傻女。替嫁傻女，皇帝老儿和大皇子这是急不可耐了。明面上赐婚羞辱，暗地里遣人夜闯王府滋事，现在送个所谓的傻子，来恶心本王。王爷，那毕竟是皇上下旨赐婚的正妃，若是连夜出了意外，明日大理寺和宗人府那边怕是会借题发挥。借题发挥？本王征战沙场，保着大越国万里海晏和亲，何须看他们的脸色？去，把那女人带去偏厅候审。本王倒要亲自看看，大皇子送来的这颗棋子，究竟是真傻，还是装疯卖傻的细作？是。苏家的胆子，当真是大得找死。这女人的眼神太干净了，干净的让人竟生出一丝诡异的错觉。您是吃饭的夫君吗？装疯卖傻，说，苏家和大皇子派你来查探什么？你袖子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别杀浅浅，这个给你吃，浅浅不吃了，都给你。你这胎记，你叫什么名字？大声告诉本王，你叫什么？大哥哥吃。10年前，极北雪原的死人堆里，那个将我从鬼门关硬生生拉回来的小女孩。我叫浅浅，苏浅浅。我的救命恩人，我找了10年发誓要捧在手心的小姑娘，竟然在苏家被搓磨成了这副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的凄惨模样。苏家。王爷，王爷息怒，此女留着还有。传令下去，连夜查封苏家在京城所有的地下钱庄和暗庄，所有罪证直接移交大理寺。另外，去把库房那颗西海夜明珠拿来，给王妃照亮吃饭。夫君不吃，浅浅不敢吃。浅浅乖，夫君为你，以后在这北凉王府，浅浅最大。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好吃，甜。没有四面漏风的柴房，没有藤条抽打，火焰王夫君是个大好人。醒了？夫君，腿疼？不疼，一点旧伤罢了。夫君撒谎，明明很疼的。别碰！这里冰冰的，堵住了。芊芊，谁教你认这些穴位的？谁教你这套手法的？疼，我生病发热，大娘子不给请大夫，把我关在柴房里，我就自己看破书，给自己扎针，扎着扎着就不疼了。我的芊芊根本不是天生痴傻的废柴，她在那种受尽折磨的环境下，竟逼出了一身神医天赋。那套手法绝对是绝世针法。芊芊不怕，以后在这北凉王府，就算天塌下来，夫君也替你顶着。再也不会有人敢把你关在柴房，再也不会有人敢不给你饭吃。芊芊说能治好夫君的腿，夫君就信你。等治好了，夫君带你去吃全天下最好吃的大肉包，管够。真的吗？那浅浅一定给夫君治好。王爷，大皇府和苏侯府派了人来传话，说大皇子身边的得力太监和苏家的管事，此刻正堵在咱们王府的大门外。他们极其嚣张的询问咱们王府什么时候送王妃的尸骨回去。夫君，什么是尸骨？好一个大皇子，好一个苏侯府，真当本王这3年来修身养性，连刀都提不动了吗？安营，传令李管家去开库房，把太后当年赏赐给本王母妃的那套百鸟朝凤蜀锦流仙裙拿出来，给王妃换上。传本王率令，点齐3000幽州禁军，重甲佩刀，列阵王府门外。今日是王妃回门的大日子，既然苏家和大皇子想看本王的笑话，那本王今日就要8抬大轿，风风光光地陪王妃回门。本王倒要看看，今日这苏侯府的门槛承不承受得起本王这滔天的怒火。侯爷，算时辰，北凉王府那边的丧讯也该传来了吧？那苏浅浅虽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傻子，但好歹有着皇室御赐的正妃头衔。殿下英明，只要借着浅浅惨死之事治他个大罪，这天下迟早是殿下您的囊中之物。可不是嘛，活着浪费粮食，死了还能为大皇子殿下铺路，这也算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了。殿下说笑了，姐姐命薄，无福消受，娇娇不求大富大贵，只愿能常伴殿下左右分忧。娇娇放心，待本王扳倒了萧寒，你必定是本王明媒正娶，未来母仪天下的正妃。报！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可是北凉王府送尸首来了，直接让他们把那破席子扔去乱葬岗，别把晦气带进府里冲撞了殿下。不是送尸首，是北凉王他亲自来了。你说什么？萧寒没杀他，这怎么可能？那个疯子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傻子活过新婚夜？他不仅来了，他还带了军队。岳父大人，大皇子，本王携王妃回门，诸位见了我北凉王府的当家主母，为何不跪？萧寒，你放肆！苏侯爷乃是朝廷命官，更是你的岳丈，你带着重兵强闯侯府，逼迫岳父岳母下跪，你眼中可还有半点长幼尊卑？可还有父皇的纲纪礼法？长幼尊卑，纲常礼法，大皇子莫不是忘了大越国的律法？浅浅乃是圣上亲自下旨赐婚的正妃，上了皇家玉牒的超品亲王妃，君臣之分远在血脉亲缘之上。见本王与王妃不跪，便是藐视皇恩，形同谋逆。
大皇子若觉得本王做错了，不如咱们现在就进宫，去圣上面前好好论一论这大越国的律法。能得王爷这般庇护，只可惜姐姐终究是心智不全，不懂规矩。就算穿上了这身仙女式的衣裳，竟眼睁睁看着父亲跪在冰天雪地上。这要是传出去，全京城怕是都要笑话姐姐是个不孝的白眼狼了。那个是娘亲的，嬷嬷说过，娘亲的这只金簪，凤凰的翅膀下面刻着一个很小很小的若字，那是娘亲的名字，杜芷若。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你娘的？这明明是我娘给我打的新首饰。好一个苏侯府，好一个济世！安莹，去把本王顺道带来的大理寺卿裴大人请进来，让他带上大理寺最精干的核算官。今日，本王就要当着大皇子的面，用这国法律例，将先侯夫人的10里红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的算个明白。微臣裴征参见北凉王殿下，参见王妃娘娘。微臣奉命已调出杜氏128台嫁妆清册，来人，给本官当场查验对账。你这个眼皮子浅的无知毒妇，竟敢背着本侯挪用先夫人嫁妆，还不快把库房钥匙交出来！是妾身一时糊涂。启禀裴大人，经核对，二小姐头上所戴的赤金点翠红宝石步摇，正与嫁妆青目上第34条所载御赐无误分毫不差。按照律例，侵吞之物当场追缴。来人，请二小姐取下。不要碰我，这是我的！殿下救我！殿下救救娇娇！芊芊，这些都是你娘亲留给你的，现在全都是你的了。嬷嬷说过，这黄灿灿的石头能换好多好多肉包子，全都是浅浅的。那浅浅可以买1万个肉包子，一半给夫君吃，一半自己吃。奇耻大辱！本王堂堂皇子亲临，竟眼睁睁看着未来岳家被萧寒以律法之名搜刮殆尽，这废人欺人太甚，绝不能让他和这傻子活着走出去。去，中午的回门宴上放到汤里，务必做得干净。皇叔，今日侯府虽有些误会，但说到底，浅浅如今也是您的正妃了，大家终究是一家人。过往的恩怨，不如就借着这杯酒一笔勾销。本王先干为敬。大皇子这声皇叔，本王受得起。不过一家人就不必了，本王的王妃只跟本王是一家人。王妃娘娘，大皇子殿下心疼您冬日里身子骨弱，特意命人熬了这盅百年老参炖雪蛤，这可是滋补圣品，还请娘娘趁热喝了，成全大皇子殿下的一番兄妹友情。浓郁的人参香气下，竟然藏着一丝腥甜之气，想害我！哇，好香的肉汤！哎呦，王妃娘娘，您慢点，小心烫着。好烫，烫的！哎呀！毒，汤里有问题。大皇子好狠的手段，在圣上赐婚的回门宴上，王妃的补汤里竟藏了东西。怎么，大皇子是觉得本王提不动刀了，还是觉得这大越国的律例治不了你这个皇子？皇叔息怒，侄儿冤枉啊！你这个狗奴才！本王好心让你去端补汤，你竟敢背着本王，被奸人收买，谋害皇婶！说，到底是受谁指使，竟敢挑拨本王与皇叔的关系？是奴才对王爷心怀怨恨，私自下手。皇叔，是侄儿御下不严，险些酿成大祸。这狗奴才，侄儿这便交由皇叔处置。安莹，将这狗奴才连同碎瓷片和残汤一并装好，即刻移交京兆尹和大理寺。告诉裴大人，给本王仔细查清这东西的来源。是。岳父大人，今日这顿回门宴，本王和王妃吃得很尽兴，
你们苏家欠王妃的，本王会一笔一笔的慢慢讨回来。若是以后再敢有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出现在王妃面前，本王就让整个苏侯府鸡犬不留。夫君，别动，寒邪入骨，经脉淤堵，浅浅给你扎一针，通开了就不疼了。浅浅，夫君，浅浅扎完针了，浅浅饿了，想吃桂花糖藕。好，夫君这就带你回府，让厨房给你做全天下最好吃的桂花糖藕。我的浅浅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神医。王爷，属下查明，这次春日宴，大皇子和苏家二小姐在暗中推波助澜，苏娇娇更是串通了京中几位冠会见风使舵的贵女，准备在宴会上用捧杀之计。他们打算在太后和满朝权贵面前，故意逼迫王妃娘娘表演才艺，欲坐实娘娘痴傻之名，让皇家和王府颜面扫地。一个捧杀毒计，他们真当本王是个死人吗？去回话，就说王妃身体抱恙。夫君，浅浅听管家伯伯说，皇宫里的御膳房有好多好多好吃的点心，比桂花糖藕还要好吃。浅浅想去。好，既然浅浅想去吃点心，那咱们就去。有夫君在，本王倒要看看，谁敢让我的王妃受半分委屈。那是苏家二小姐的马车吧？果真是排场极大呀！哎呦，我的好姐姐啊！妹妹知道姐姐在侯府时过得清苦，可如今你好歹也是北凉王妃了，怎么今日进宫赴宴，王爷连件像样的锦缎都不肯给你做？你穿着这身素净衣裳来面见太后，若是失了礼数，可是要担责的。放肆！老奴眼拙，这竟是传说中水火不侵，迎着日光便能引现出9天玄鸟暗纹的无价之宝流云娇绡。流云娇绡？桂嬷嬷，你莫不是看走眼了吧？这分明就是一块普通的布料，他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傻子，怎么可能穿得起什么无价之宝？放肆！老奴在宫中伺候了3朝，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这流云娇绡乃是3年前藩邦进贡的绝世神物，取深海鲛人丝混以极寒天蚕丝，有100名绣娘耗时10年才织就这一匹。此物水火不侵，不仅冬暖夏凉，最神奇的是，天哪，真的是9天玄鸟，这布料竟还会发光，太美了，简直如同仙女下凡。当年连当今皇后娘娘都对这匹料子爱不释手，几次向皇上求取，可皇上念及北凉王平定边关，劳苦功高，是忍痛割爱，将这全天下仅此一匹的神物赏赐给了北凉王。二小姐，你说这无价之宝是普通布料，你是在质疑皇上的眼光，还是在辱骂皇后娘娘？臣女不敢，臣女绝无此意。本王竟不知，这京城里的名门千金，如今都沦落到跟市井长舌妇一般，只会以衣冠取人了。夫君说这衣服好，吃饭的时候不怕把汤汁洒在上面，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浅浅可喜欢了。太后娘娘，臣女苏娇娇愿为太后娘娘和诸位殿下抚琴一曲，以助雅兴。好，早就听闻苏家二小姐有京城第一才女之称，哀家今日倒要好好听听。好一曲高山流水。二小姐琴技卓绝，当真是才貌双全这般啊！才华，放眼整个京城也是无人能及。臣女献丑了，博太后娘娘一笑罢了。不过臣女这点微末技艺，自然是比不上我那身份尊贵的姐姐的。姐姐如今贵为北凉王妃，代表的可是北凉王府的颜面。今日这等盛宴，不知姐姐为太后娘娘准备了何等惊世骇俗的绝妙才艺呢？
这苏二小姐明知道姐姐心智单纯，还逼她献艺。今日若是王妃出了大丑，看她萧寒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姐姐，你以前在侯府虽然没读过书，但随便拨弄两下琴弦，听个弦儿也是好的。太后娘娘慈悲，定然不会嫌弃你的。苏娇娇，你是在找死！安莹，把这个胆敢以下犯上、当众辱没亲王正妃的人给本王拿下，交由宗人府按律处置。是。夫君，等一下。真是不懂规矩，连碰琴都不知道要净手分享。哎呦，这什么难听的声音，简直脏了哀家的耳朵！快看，天上那是什么？神迹，这简直是神迹啊！哀家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未听过如此能洗涤神魂的仙乐。北凉王妃，你这弹的究竟是什么神仙曲子？好知，浅浅不知道什么曲子，浅浅就是随便拨弄两下。夫君，浅浅弹完了，浅浅弹的不难听，但是妹妹刚才弹的那个好难听呀，吵得浅浅耳朵疼。我那可是正宗的古曲之法，连宫廷乐师都赞不绝口。你听得懂什么叫琴音吗？妹妹刚才弹的时候错了3个地方。第一处，泛音的时候手指太僵硬了，把这音错弹成了角音，听起来就像鸭子叫。第二处，第3段流水的时候心太急了，抢了半个拍子，气息全乱了。第3处，左手揉弦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不是高山流水的磅礴大气，反倒像街边卖唱的调子，好轻浮呀。不，你胡说！你在胡说八道陷害我！太后娘娘她诬陷臣女，是不是诬陷？验证下便知。本王的王妃刚才指出的3处错落，你身为皇家首席乐师，敢说没听出来吗？欺瞒不报，可是欺君之罪。北凉王妃所言字字句句分毫不差，而且指法虚浮，根本没有领会神韵。不仅如此，微臣暗中查访过，苏二小姐平日里流传的那些绝妙曲谱和诗词，其实都是苏家花重金从落魄乐师和穷酸书生手里买来代笔的。苏二小姐根本就是一个靠银子堆出来的空壳。不是这样的，殿下，你听我解释，殿下。滚开，别碰本王！丢人现眼的蠢妇！罢了，哀家罚了。诸位女眷便去太液池边赏花游玩吧。浅浅乖，在这里等夫君一会儿。安莹，寸步不离地护着浅浅。哇，好大的鱼跃！去把他给我推下去！这太液池水深刺骨，他掉下去绝无生机。就说是他自己贪玩喂鱼，不小心失足落水的。小姐，那可是王妃，而且她身边还有那个带刀的侍卫。蠢货！你没看到侍卫被几位夫人挡在假山外侧了吗？你若是不去，我现在就传信回侯府，把你那病弱的老娘和你弟弟全都发配到最苦的杂役坊和矿场做苦役。去，把他推下去！事成之后，我保你全家衣食无忧。夫君，好，很好。安莹，把这2个谋害皇室正妃的人给本王拿下，立刻移交大理寺天牢。告诉裴征，按大越国律法，从严从重论场，绝不容情。放开我！我是未来的大皇子妃，你们谁敢动我？是他自己贪玩没站稳，还有这个贱婢，是这个贱婢自己失心疯推了他，与我何干？王爷，你不能凭空诬
诬陷？本王从不诬陷人。既然你不认，安营，把这2人连同在场所有的目击者全都给本王带上。本王今日要亲自去敲响登闻鼓，去皇兄的御书房，好好讨一个公道。放肆！萧寒，你带着人擅闯御书房，眼中可还有朕这个天子？臣不敢，只是来请皇兄为臣的王妃做主。今日春日宴，大皇子的准王妃苏娇娇，因嫉妒臣的王妃，竟指使贴身丫鬟在太泽池畔公然将王妃推入冰湖。若非臣赶到及时，王妃此刻早已性命不保。父皇明鉴，儿臣对此事毫不知情啊！带人证。皇上，大理寺已接手此案。这丫鬟翠儿，微臣刚才在殿外稍加讯问，她便什么都招了。皇上饶命啊！是二小姐逼奴婢的。二小姐说，如果奴婢不把王妃推下水，她就要把奴婢的病母和弟弟全都发配去做苦役啊！奴婢是被逼无奈，求皇上开恩啊！你这贱婢胡说！我没有，你休要血口喷人！这就是你给朕挑的好儿媳，嫉妒成性，买虚名，欺世盗名，如今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谋害亲王正妃，你简直让天下人耻笑我皇家！毒妇，本王真是瞎了眼，竟被你这等恶毒的伪善面目所蒙惑。父皇，儿臣恳请父皇降旨，严惩此毒妇，以正国法，以为皇叔和皇婶受惊之苦。传朕旨意，苏家二女苏娇娇，德行有愧，心肠歹毒，不堪为皇家正室，即刻处夺大皇子正妃之位，降为侍妾。咱家旨意宣完了，侯爷，接旨吧。娇娇啊，我的娇娇怎么会变成侍妾啊？殿下，户部那边传来密报，皇上已经对江南赈灾款的去向起疑了，实际发到江南灾民手里的连30万两都不到。如今江南大水未退，又起了10亿，民不聊生，灾民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了。皇上不日就要钦点御史下江南彻查，一旦查出，慌什么？既然遮掩不住，那就找个够分量的人来替本王背这口足以株连亲族的黑锅。这是本王命人仿造北凉王府幕僚的笔记，精心伪造的假账本。那消失的270万两赈灾银，是被萧环以修缮北凉军械、安抚边关将士的名义，暗中截留侵吞了。萧寒手握30万重兵，军费开支本就是一个无底洞。父皇本就对他功高震重，心存忌惮。只要这本账册从北凉王府里搜出来，贪墨赈灾巨款，致使江南大乱的死罪，就会死死扣在萧寒的头上。到那时，就算他有10个脑袋，父皇也绝不会留他。殿下此计甚妙，可是王府守卫森严，堪比铁桶。咱们派去的细作，连王府的外墙都靠近不了，就被暗影清理干净了。这假账本要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萧寒的书房里去啊？哼，王府外面的人进不去，可里面的人总有办法出来。侯爷，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好女儿，此刻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北凉王妃的位子上呢。苏浅浅，殿下，她如今被萧寒护得跟眼珠子似的，而且她连话都说不利索，怎么可能配合我们栽赃？谁要她配合了？正因为她心智单纯，才最容易被利用。苏侯爷，大越国以孝治天下，本王听说侯府的老夫人，也就是他的亲祖母，这几日恰好感染了风寒。你大可以对外宣称老夫人病重垂危，临死前只想见大孙女最后一面。萧寒就算再狂妄，也不敢当众阻拦王妃回府尽孝。
否则便是违逆孝道的大罪。御史台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只要他回了侯府，你便找借口拖住他，趁着他的人不备，将这本假账册偷偷放进他带回王府的行囊或是食盒里。等他把东西带回王府，本王便立刻上奏父皇。到时候人赃并获，萧寒必死无疑。殿下英明，微臣这就回府安排，定要让萧寒身败名裂，再无翻身之日。王爷，苏侯府的大管家此刻正跪在咱们王府大门外哭天抢地，说是苏家老夫人突发恶疾，眼看着就不行了。老夫人临终前哭喊着非要见王妃娘娘最后一面，恳请王妃娘娘回府侍疾尽孝。老夫人病危，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大皇子被父皇训斥，苏娇娇被乘妃之位的节骨眼上病危。这苏家为了算计本王，连自家老祖母的名声都敢拿来做文章，当真是毫无底线。王爷，这分明是个圈套，属下这就去赶人。夫君，我当然知道苏家没安好心。这段时日，我的心智早已在调理下渐渐清明，只是平日得装傻示人。苏家既然想玩阴的，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回去探一探苏侯府的底，把娘亲留在侯府暗阁里的医书取回来。浅浅想回去，以前在侯府，母亲打我，祖母偷偷给过浅浅半块桂花糖。浅浅想去看看祖母，如果她病了，浅浅可以给她喂糖吃。好，既然浅浅想去，安营，传令下去，挑100名最精锐的暗卫，伪装成家丁，再让桂嬷嬷亲自陪同。到了苏侯府，不管是谁，若敢无故惊扰王妃，一律拿下，交由大理寺按律处置。是。浅浅啊，可算回来了。快，你祖母在后院病得厉害，正念叨着你呢。祖母，浅浅带了糕糕给祖母吃，吃了就舒服了。好甜呀，祖母吃。浅浅啊，你看你这食盒里的点心都快吃完了，爹爹让厨房去给你准备你最爱吃的烧鸡和红烧肉，装进这盒子里，让你带回王府慢慢吃，好不好？真的吗？要大大的烧鸡？当然是真的。快，拿到后厨，把那本东西放置食盒底部的夹层里，手脚麻利点，绝不能让王府的人发现。侯爷放心，奴才这就去办。爹，浅浅要去净房。快带王妃去净房，伺候好了，别怠慢了王妃。蝴蝶，浅浅要抓蝴蝶。王妃娘娘，您慢点，净房不在那边啊。想算计我夫君，苏侯爷，你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站住！我也书房重地，任何人不得靠近。鸡腿，有鸡腿。檀香墨香，找到了，这是冰片混合了生南星和樟树心熬制的防腐香液。天启13年3月初5，大皇子府提银50万两入司库，苏侯府提银15万两置办京郊田庄30顷。4月12，江南水患，朝廷下发赈灾银300万两，大皇子节流180万两，苏侯府节70万两，实际运往江南赈灾，折现仅金10万两，足下一列米充数。这就是大皇子和苏侯爷贪墨江南赈灾巨款的真实账本。这群人
简直是在喝百姓的血，现在居然还想扣在萧寒头上。浅浅啊，爹爹让人给你装了3只烧鸡，还有2盘红烧肉，全都塞在食盒里了。天色不早了，快带着回王府去吃吧。谢谢爹爹，浅浅要回去吃大鸡腿了。混账！江南水灾未退，10亿又起，朕拨下去的300万两赈灾白银到底去了哪里？为何灾民会吃不上饭，甚至生了乱子？户部尚书，你给朕滚出来说清楚！父皇息怒，儿臣有本要奏。江南300万两赈灾银去向不明，儿臣日夜彻查，终于在昨日抓获了一名良心未泯的内部线人。原来这笔足以救活100万灾民的巨款，竟是被朝中一位手握重权的重臣暗中截留，中饱私囊了。是谁？谁敢动百姓的救命钱？回禀父皇，贪墨这300万两赈灾大财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寒。皇侄，话可不能乱说，诬陷当朝亲王可是重罪。父皇，据线人密报，萧寒将贪墨赈灾银的账册就藏在他的书房之中。而昨日北凉王妃回侯府探亲时，那账册恰好被伪装成食盒的夹层，秘密带回了王府。儿臣恳请父皇即刻下旨，派禁军去北凉王府搜查，若搜出贪腐账本，定要将萧寒按律严惩，以告慰江南100万灾民。哦，大皇子说的贪腐账本，可是这一本啊！父皇您看，他自己拿出来了。萧寒，你这乱臣贼子，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父皇，快派御卫军将这贪墨巨款的国贼拿下呀！父皇您看，他自己拿出来了，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既然大皇子说是铁证，那便请皇兄亲自过目吧。好啊，好得很！息怒，萧寒狼子野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闭嘴！你这个孽障！父皇，您砸错人了，贪墨的是萧寒啊！砸错人？你自己睁开眼睛，好好看看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父皇，这是假的，这是萧寒伪造来陷害儿臣的，这绝对是假的。伪造？大皇子，你莫不是忘了，这账册上用的是特制的防腐香液，你告诉本王，本王如何伪造？裴征何在？微臣在，给朕当堂查验，印证是真是假。回禀皇上，微臣以大理寺卿的顶戴花幡担保，此账册字迹印证均为真迹，毫无伪造痕迹。所列的大皇子府司库流水，以及苏侯府京郊田庄的购置时间，与近日大理寺暗中查访的资金动向分毫不差。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微臣是被大皇子逼的，是殿下说要银子笼络朝臣，微臣一时糊涂才……苏老贼，你血口喷人！传朕旨意，苏侯爷身为朝廷重臣，贪墨赈灾巨款，致使江南生灵涂炭，罪恶滔天，即刻削去侯爵之位，大理寺带兵抄家，主犯打入天牢，秋后论斩。苏氏族人按律割去功名，流放3000里，永世不得入京。皇长子德行败坏，贪赃枉法，不顾百姓死活，不堪为皇室子孙。即刻褫夺所有封号，脱去蟒袍，打入宗人府天牢，圈禁终生。苏家作恶多端，倩倩，夫君替你讨回来了。参见北凉王，参见王妃娘娘。我的好女儿啊，爹爹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你现在是北凉王妃了，王爷手眼通天，你快替爹爹向王爷求求情，去皇上面前说句好话，把爹爹救出去呀！只要你救我们出去，以后苏家定然全力辅佐你。母亲每日给你做你爱吃的点心，好不好？一家人，柳氏，你们说这话的时候，
不会觉得亏心吗？10年前寒冬，我高烧不退，柳氏借口府里没银子，不准大夫进门，把我一个人扔在四面漏风的柴房里等死。那时候，你这个好父亲在做什么？你在柳氏的房里听曲饮酒。8年前，苏娇娇为了抢我看中的一朵珠花，把我推进坑里。你们不仅没有责罚她，反而诬陷我手脚不干净。新婚之夜，你们为了保全苏娇娇的荣华富贵，用王母的名义逼我，把我强塞进钉死的轿子里替嫁。你们当时是真的指望我能活过那一晚吗？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是大理寺卿亲自核验盖了官印的断亲文书。从今往后，我苏浅浅与你们苏家恩断义绝，再无半点瓜葛。你们贪污赈灾银，草菅人命，落得今日秋后问斩的下场，全都是咎由自取。你这个逆女，你竟敢和生父断绝关系，你会遭报应的！报应？苏侯爷，本王便让大理寺按律加重惩处，连最后的体面都不给你留。夫君，这里气闷，我们回家。好，回家。君爷，留步！滚开！死囚犯，闹腾什么？我知道一笔巨额财富的下落。大皇子被圈禁前，曾将贪墨的大批金银秘密藏在城西落霞山的废弃石窟里。这件事，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大批金银，你个罪妇敢消遣老子？我人之将死，骗你何用？拿着这个标记去城南的半步多当铺，把它交给掌柜，就说我要雇人出手，报酬就是那批金银的藏宝图。我要北凉王妃苏浅浅的命，我要她为毁掉我的一切付出代价。浅浅喜欢，夫君就给你买。哇，谢谢夫君。王爷，今日街上人多眼杂，属下担心，无妨。有本王在，谁敢伤他分毫？夫君，那个灯好漂亮，浅浅想要那个兔兔灯。慢点跑，当心摔着。给本王滚开！夫君，保护王爷，保护王妃！王爷，属下护驾来迟，万死难辞其罪。还死不了。浅浅，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伤到哪里？浅浅没事，夫君流血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把这些人即刻提交大理寺卿裴征，告诉裴征，按律连夜严审，就算撬开他们的嘴，也要给本王查出幕后主使。是。夫君，快护送王爷回府传太医。废物，全都是一群废物！你们不是号称妙手回春吗？连个毒都解不了，要你们何用？息怒啊！王爷中的乃是江湖独门奇毒阎王帖，此毒药性霸道，见血便快速攻心。王爷能撑到现在，全凭他极其深厚的内力护住了心脉。可如今毒素已侵入五脏六腑，老臣们实在是束手无策呀。王爷他恐怕撑不过今晚3更了。滚！都给我滚出去！一群连阎王帖与枯骨草毒性相克都看不出来的庸医，也配在这里断他的生死？都给我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敢踏进这扇门半步，一律治罪。王妃娘娘，您这是何意呀？王爷如今毒气攻心，命悬一线，耽误了救治，这可是重罪呀！你们留在这里，除了会乱了分寸，还能救他吗？安营，把他们全都请出去，死守房门，任何人敢强闯，立刻拿下。属下遵命。
大傻瓜，堂堂北凉战神，居然用肉身去挡暗器。10年前你在雪原救了我，今日你又为了我连命都不要。萧寒，你听好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把你从我手里带走。救回来了，终于救回来了。罪妇苏娇娇，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说？不是我，是苏芊芊陷害我，是她收买了你们。我是皇上曾经亲赐的大皇子正妃，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殿下救我，殿下一定会来救我的。大皇子如今自身难保，已经被圈进宗人府终生，谁也救不了你这个心肠歹毒之人。罪妇苏氏，身负谋杀皇室正妃、勾结江湖不法组织等多项重罪，罪无可恕。本官奉皇上与北凉王之命，按大越国律例严判，即刻剥夺其一切身份，打入罪己，流放极北苦寒之地，充作苦役，即刻启程，终生不得踏入京城半步。不好，不好，人要跑，快追！站住！再跑我们就放箭了！真是天道好轮回。当初在京城，你不是一口一个残废的嘲笑北凉王吗？如今你自己倒成了这副模样，这就是你作恶多端的报应。站住！北凉王府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老朽无意冒犯，只是来寻一位故人，去告诉你们王爷，就说老朽要见苏浅浅。芷若，不，你不是芷若，你的眉眼比他多了几分娇憨。孩子，你娘亲是不是叫芷若？娘亲叫芷若。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我医道世家的血脉没有断绝。医道世家，您是神医谷谷主华无极老先生。老先生，您是神医谷主，那浅浅的母亲，也就是先侯夫人杜氏，与您是何关系？芷若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啊！18年前，芷若作为我神医谷最出色的传人出谷游历，可她却在京城救治闹民时，被那人面兽心的苏侯爷用花言巧语蒙骗，隐瞒了身份，下嫁进了那虎狼之窝。等老朽闭关出来，赶来京城，却只得到他已经病逝的噩耗。老朽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更不知道他在这世上还留下了骨血呀。前几日，老朽听闻北凉王妃用失传的回光九针救了北凉王，便知这天下能施展此等神术的，唯有我神医谷嫡系血脉。孩子，你受苦了。从今往后，你不仅是侯府的嫡女，更是我神医谷唯一的传人，是天下医道的少谷主。外公带你回谷，这世上再也没人敢欺负你。外公既然来了，便请上座。好孩子，来，让外公好好看看，这些年在苏家那个地方，你的身子有没有落下什么病根？把手腕给外公，外公替你摸摸脉。怎么会这样？毒，好歹毒的手段！浅浅，你体内竟中了西域已经绝迹100年的奇毒忘忧。您说什么毒？忘忧，一种无色无味、极其阴狠的慢性毒药。此毒专攻人的心神与神志，中毒者心神会被渐渐封闭，变得说话不畅，反应迟缓，最后彻底沦为一具形同木偶的痴人。下毒之人分明是想从根子上彻底毁了他呀！浅浅乖，把这颗九转护心丹吃了，外公保证吃下去以后，你脑子里就不会再有那种空荡荡的疼了。谷主，既然您能看出浅浅所中何毒，必然有解毒之法。无论需要什么天才地宝，哪怕是倾尽北凉王府之力，
本王也定要为浅浅寻来。忘忧之毒毒入骨髓，霸道愈长。老朽刚才给他服下的丹药，只能暂时压制毒性不再恶化，却无法根除。不仅是浅浅的毒，就连王爷您双腿那因枯骨草而坏死的经脉，若想彻底重塑，重新站起来，寻常的药石也根本无济于事。谷主的意思是，浅浅的毒和本王的腿需要同一味药引。不错，要彻底化解这2种绝毒，唯有一味传说中的奇药——七星海棠。七星海棠，此花100年一开，花瓣生有七星暗纹，其枝叶拥有着洗金伐髓、起死回生的逆天功效。但此物极其罕见，只生长在极西之地的瘴气林中。实不相瞒，3年前，西域诸国为了祈求大越国的庇护，曾派遣使臣进贡了一株活着的七星海棠。宫中传旨，陛下召您下月赴西山参加秋寿大典。此番大典的头彩正是一株七星海棠。七星海棠，这位好皇兄倒是舍得下本钱。既然皇兄有心相邀，本王便去一趟，正好会会这株100年难遇的七星海棠。属下遵命，即刻安排随行护卫与车马筹备。夫君，浅浅也想同去。西山猎场毒虫异兽多，浅浅能帮上忙的。好，便带你一同去，只是万事要待在本王身边，不许乱跑。浅浅都听夫君的。皇帝啊，你这身子骨能来参加秋猎，朕心甚慰。不过这秋猎大典历来规矩森严，全凭真才实学狩猎定胜负。皇帝，你双腿不便，若是实在无法开弓猎食，也千万莫要勉强，朕定不会让旁人妄议你的。皇叔，这西山猎山地势显赫，野兽凶猛。您这轮椅虽然打造的精巧，可千万别在林子里磕碰了。您放心，侄儿和诸位兄弟在猎场里定会多多留意您的。多谢皇兄与二皇子挂心，本王这双腿的开弓狩猎的手段却还没忘，谁留意谁，进了猎场自然见分晓。是引硝粉混着追踪香的气味，想暗算我夫君，你们也配？保护王爷！夫君，坏熊，不准伤我夫君！乖，真乖，不闹了，给你吃糖糖。你不要命了吗？谁准你冲出来的？你要是出了事，你要夫君怎么活？夫君不怕，浅浅保护夫君。大狗熊很乖乖的，不咬人。皇兄，这秋猎魁首，本王已然拿下。皇兄金口玉言，那株作为彩头的七星海棠，是不是该赏赐给臣弟了？好，好得很，玉兽有方，深藏不露啊！来人，将这株七星海棠赐予北凉王。是。王爷，这可是皇上极其珍爱的神物，您可要拿稳了。有问题？哇，好漂亮的冰盒子，亮晶晶的，浅浅要拿。哎呦，王妃娘娘不可！夫君，这个盒子凉凉的，好好玩。浅浅来替你拿着好不好？好，既然浅喜欢，那这赏赐便由王妃替本王收着。臣弟多谢皇兄赏赐。天色已晚，王妃受了惊吓，臣弟便先行告退了。夫君，守住心神，
我要失针了。浅浅，我感觉到了。夫君，按照这个药浴的方子，辅以金针刺血，最多3个月，你就能彻底站起来，重新骑上你的绝影战马了。不过，在此之前，这件事绝不能让除了暗影和外公之外的任何人知道，尤其是皇宫里的那位。不错，皇帝生性多疑，如今他以为毒计落空，定会以为本王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坐轮椅的人。一个行动不便的战神，对他来说，才是最没有威胁的。只有让敌人放松警惕，咱们才能在这波诡云谲的京城，一步步将他们的算计尽数击破。浅浅，你如今心智已复，医术更是青出于蓝。外公这把老骨头也该卸下重担了。这块神农令乃是我神医谷谷主信物，见此令如见谷主。多谢外公，既然接了这神农令，那浅浅便不客气了。暗影，即刻持神农令联系京城神医谷联络总道，12个时辰不间断地留意皇宫动静，尤其是兵部和户部调拨北凉军粮草的账目，每一笔流向都要查得清清楚楚。你是说那七星海棠被萧寒拿去给王妃解毒了，而他自己的双腿依然毫无起色，连太医院的眼线都确认他依旧行动不便？回皇上，千真万确。北凉王妃服药后虽神志清明了不少，但萧寒的腿确实未见好转。今日下人推他出来晒太阳，双腿依旧不便。好啊！一个站不起来的残王，就算他手握30万大军又如何？他这辈子都注定只能在轮椅上安度余生。要让北凉军在这个寒冬军心变动，到那时，朕再名正言顺地收回他的虎符。想断我北凉10万儿郎的粮草，皇上您的算盘怕是要打空了。夫君，既然朝廷想玩釜底抽薪，那咱们就陪他们玩一场大的。皇上，微臣有本要奏。江南水患虽已平息，但灾后重建、安抚流民，处处皆需用银。如今国库空虚，户部的银子早已捉襟见肘，连京城周边的东粮都快要调拨不开了。微臣为了大越国的江山社稷，斗胆进言，恳请皇上旨，将今年发北凉军的3成冬衣粮草暂且延缓拨发，挪用至江南赈灾。北凉军将生来骁勇善战，体恤国难，定能理解朝廷的苦衷啊！朕何尝不知，只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朕若是短了北凉将士的吃穿，岂不是寒了功臣的心？皇帝，你掌管北凉30万大军，如今国库艰难，这3成军需，你意下如何？皇兄言重了，北疆将士食军之路，自当为国分忧。臣弟身为北凉主帅，愿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这3成军需，臣弟同意暂缓。好，皇帝果是朕的肱骨之臣，深明大义啊！尚书大人，今日朝堂之上，您那一番陈词，当真是绝了！北凉王竟半句反驳都没有。哼，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没了粮草，他就是没了爪牙的猛虎。本官已经奏请皇上扣了3成军需，剩下的7成，咱们就用发霉的陈粮和塞了卤嘴絮的劣质冬衣去应付了事了。至于从国库里拨出来的那笔购买优质粮草的巨款，你们便用这笔银子在市面上囤积粮草，等到寒冬一到，北凉军缺粮，京城周边的粮价势必暴涨，到时候咱们再高价抛出，这其中的利润足以让诸位赚得盆满钵满。大人英明，
咱们这次定要大赚一笔。想断我北凉10万儿郎的粮草，还想发国难财，这群蛀虫也配！传本宫的命令，即刻动用神医谷各地钱庄的备用金库，从今日起化名苏大善人，命神医谷麾下所有商号兵分2路，直奔江南农仓与塞外绵产地，不惜一切代价，以高于市场价2倍的价格，将市面上所有优质的新粮、极品雪棉尽数收购，买断他们所有的货源，连1粒毫米1两好棉花都绝不能留给兵部和那些黑心粮商。谨遵少府主法旨。少主大人，不好了，出天大的事儿了，没了，全都没了！什么没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粮草、做冬衣的棉花，市面上所有的好货全都没了。我们的人去江南和塞外收粮，却发现所有的粮仓和棉库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被一个神秘的买家给彻底搬空了。对方出手阔绰，直接用2倍的现银结算，连次一等的粮食都没给我们剩下多少啊！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全天下的粮草何等庞大，谁有这么大的财力能全部买空？据各地掌柜传回来的消息说，那买家自称苏大善人。完了，彻底完了！尚书大人，这东西要是送到北凉军大营，那些将士们要是闹起来，咱们可担待不起啊！担待不起也得送，总比抗旨不遵、交不出军需被皇上治罪强。立刻发车，只要送到了，就算完成了兵部的差事。他们要是闹，那就是北凉军抗旨哗变，这罪名就得扣在萧寒头上。快去！我北凉10万弟兄在冰天雪地里替大越国守国门，你们就拿这些残次胡小来应付，真当我们北凉军手里的刀是摆设吗？将军息怒，这都是朝廷和兵部的意思，小的只是奉命行事啊。敌袭，全军戒备！不是敌袭，是车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草民奉北凉王妃苏浅浅之命，特来劳军。我家王妃娘有言，朝廷国库空虚，体系不到的地方，北凉王府来补。哪怕倾尽王府私产，也绝不能让前线的10万好儿郎挨1天饿，受1天冻。王爷没有抛弃我们，王妃娘娘大义。誓死效忠北凉王，誓死效忠王妃。你说什么？北凉军不仅没有因为缺粮生乱，反而人人穿着新衣，粮草充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墉，你给朕滚出来解释清楚！皇上息怒啊！皇上明鉴，微臣确实因为国库空虚，暂缓了3成军需。可那北凉军的10万套冬衣和海量粮草是从何而来？那是10几万两白银的巨大花销啊！皇上，萧寒不过是一位亲王，哪里来的如此巨富？他能在朝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夜之间调动如此庞大的物资运往前线，这说明萧寒他早就在暗中私自囤积粮草物资，他狼子野心，蓄谋已久。皇上，他这分明是要拥兵自重，意图不轨啊！好一个萧寒！来人，传朕口谕，即刻宣北凉王与王妃入宫觐见。宣北凉王、北凉王妃觐见。臣弟参见皇兄。臣妾参见皇兄。皇帝，你太让朕失望了。刘墉弹劾你私囤粮草，擅自发于北凉军，如此巨量物资，你当真有2心？皇上明鉴，
10万冬衣粮草值10几万两，萧寒俸禄有限，若非图谋，何来巨资？铁证如山，还请皇上即刻下旨，速夺萧寒兵权，彻查此事。刘大人，你这颠倒黑白、构陷忠良的本事，不去坊间说书，真是屈才了。你怎么会？本宫是皇上亲封的一品亲王妃，刘大人，你用手指着本宫，是想以下犯上吗？皇上，刘墉诬陷北凉王，欺君罔上，此乃各地商贾的采购账单，另有商户自愿捐赠的文书。此前他还奏请克扣北凉军过冬军需。皇上，北凉10万儿郎用血肉之躯替我大越国守卫国门，他们可以战死沙场，但绝不能因为粮草短缺而寒心啊！臣妾不忍见将士寒心，更不忍见皇上日夜为国库忧心。皇上说国库空虚，臣妾便变卖了先母留给臣妾的所有家种，以王府私产作保，向民间商贾筹措银两。臣妾倾尽家底筹粮，替君劳军。难道替君分忧解国之危，在你口中反倒成了谋逆大罪？天下忠臣，谁还敢为国分忧？你胡说，哪来这么多钱？皇上，臣冤枉啊！皇上明鉴，私发军需是大罪，臣弹劾权位社稷。皇上，大理寺卿裴征有本奏，兵部尚书刘墉贪赃枉法，国之蛀虫。臣查抄粮商司库，搜出黑账密信，刘墉贪没30万两军款，以煤米充粮，囤积居积。你血口喷人！皇上，臣是奉了。闭嘴！好你个刘墉，竟敢负朕行此滔天大罪！来人，将国贼打入死牢，严审，任何人不得探视。皇上，饶命啊！微臣忠心耿耿。皇上圣明，蛀虫已除，将士定感念皇恩。只是王府已空，连王爷的汤药钱都难凑了。皇上富有四海，总不会让我们流血又寒心吧？北疆王妃毁家殉难，纸上黄金万两，赎金100匹，赐贞烈误国金匾。臣妾谢主隆恩。一个妇人，竟然敢在金銮殿上算计朕，敢当众要封赏！来人，今夜子时潜入北凉王府，带上迷魂散和软骨散。朕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萧寒，还有那个苏浅浅，明日太阳升起之时，朕要听到他们殒命的消息。什么人？有刺客！保护王爷！滚开！滚开！是迷烟。动手！保护王爷！敢动本王的人，找死！王爷，王妃，王爷，您站起来了。夫君，你的腿真的能站起来了。多亏了我的浅浅。嘘，浅浅记住，夫君能站起来的秘密，除了你、外公和暗影，这世上只有死人才能知道。清理干净现场痕迹，布置成暗卫营拼死抵御、嫡系受挫退走的假象。你也添些伤势，方便掩人耳目。记住，今夜是王府死士以血肉之躯拼死相搏，才拦下了这批来袭刺客，而本王自始至终只是个连床都下不了的病弱之人。属下明白。4名血滴子，竟全军覆没！王府死战，小寒始终未出房门。哼，残躯之辈，不足为惧。边关急报，大犯30万骑南下，连破3城，雁门关告急。安静！谁敢领兵北上，阻击敌军？臣以为
唯有北凉王可解此围。臣等附议，请北凉王挂帅。言之有理。传旨，授萧寒护国大元帅印。圣旨到，北凉王萧寒接旨。本王腿脚不便，公公宣旨便是。回去转告皇上，帅印，本王接了。安营，护送王妃回神医谷，无令不得出谷。我不走，夫君在哪儿，我便在哪儿。我是随医医官，必保将士平安。好，便同出征，共守家国。皇帝腿脚不便，坐着训话即可，朕特许免礼。不可能！他的腿明明废了，这不可能！太医院断言他此生绝无可能站起，这一定是障眼法，一定是！王爷站起来了！是王爷，真的是王爷！北凉战神回来了！战神归位，北凉不败！战神归位，北凉不败！皇兄放心，北疆30万敌军，臣弟替你平了便是。只是待臣弟凯旋之日，这朝堂之上，有些人欠我们夫妻的，可要一张张一件件，慢慢算清楚。诸位将士，我是北凉王妃苏浅浅，也是神医谷当代谷主。此次出征，我将亲率神医谷3000医士随军，有我在，定保各位弟兄伤有所医，毒有所解，绝不让任何人枉死在病痛毒瘴之下。王妃千岁，战神千岁！王妃千岁，战神千岁！出发！萧寒、苏浅，你们敢骗朕，竟敢联手戏耍朕！站起来了！王爷站起来了！战神归来，天佑我北凉！王爷千岁！千岁！千岁！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的腿明明早就废了，太医院全是饭桶吗？皇兄，多谢你赐的这道帅印，臣定不辱命。浅浅，上马。北凉军魂何在？随本王出征，踏平敌阵，不死不休！大帅，大范国不敢与我军正面抗衡，竟在风陵渡上游水源处投了西域毒瘴。前锋营5000弟兄饮了河水后，上吐下泻，肌肤生满毒疮。随军太医何在？大帅饶命！此毒名唤恶灵瘴，臣等辨不清毒理，配不出解药。为今之计，唯有将感染将士集中隔离，以防瘟疫蔓延全军啊！混账！他们都是浴血卫国的同袍，谁敢轻言放弃，本王先斩了他！谁说此毒无解？谁敢放弃北凉将士？浅浅，帐中毒气凶险，你不能进去。夫君忘了我是谁吗？我是你的王妃，亦是能从阎王手里抢人的神医谷主。你在前阵斩将杀敌，后方的生死由我来守。王妃娘娘，此毒太过驳杂，实在
西域赤莲蛇毒3分，伏骨草7分，以断肠花粉为引催化。取至阳至烈的赤焰红莲，100年阳起时配地龙骨熬汤，半个时辰内服下，便可拔除毒根。王妃娘娘真乃神医转世，只是赤焰红莲皆是珍稀药材，前线酷寒之地哪里凑得齐？哼！暗影何在？持我神农令，即刻传信冀州、云州、幽州3大神医谷分舵，便是搬空3地库房，也要在12个时辰内将解毒药材以800里加急送抵大营。北凉的弟兄们，都给我撑住！有我苏浅浅在，就算阎王爷亲自来索命，也休想从我手里带走北凉军的一兵一卒。王妃娘娘千岁，神医谷主千岁！该死的北凉王，该死的苏浅浅，本将费尽心机布下的恶灵帐，竟然被一个黄毛丫头半天就给破了！将军息怒，神医谷的财力与医术确实深不可测，但北凉大营如今忙着救治伤兵，防备必定有所松懈。更何况因为战乱，每天都有大量的大越国难民逃亡到雁门关外。属下已挑选了50名大宛国最顶尖的天狼死士，将他们全部伪装成骨瘦如柴的难民，混入了难民营中。只要他们借着求医的名义靠近苏浅浅，好计策！传令天狼死士兵分2路，一路去烧毁神医谷运来的粮草药材，另一路务必给本将把苏浅浅那个贱人的头颅割下来。下一个。王妃娘娘大慈大悲，救救我母亲的病吧，她快不行了。不对劲，这根本不是难民，这是大宛国派来刺杀的死士。王妃娘娘，我母亲的病还有救吗？有救，当然有救。只不过你们得去阴曹地府找阎王爷去治你们的失心疯了。动手，杀了这个贱人！走水了，粮草营和药材库走水了，有敌军接戏。去死吧！在神医镇谷主面前玩毒，你们也配？保护王妃！安营，还愣着干什么？把这2个大宛国的细作给本宫拖下去，废其内力，生擒活捉。至于外面那些想烧我北凉粮草的杂碎，一个不留，全部就地格杀。启禀大帅，审出来了，这群杂碎是奉了大国主帅拓跋雄的死命令，想来烧咱们的粮草。更重要的是，他们招出了大宛国30万大军，位于大后方的屯粮重地盘龙谷。盘龙谷，拓跋雄向府邸抽仙，断我北凉的粮草，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他敢把手伸过来，本王今夜就直接剁了他的咽喉。传本王率令，点齐3000黑云轻骑，每人3匹快马，多备猛火油与硫磺。今夜子时，随本王出营，直插大宛国后方。本王要让盘龙谷的粮仓变成拓跋雄30万大军的葬身火海。放箭，烧！谁敢在此放肆，找死！北凉残王萧寒，大越国的皇帝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竟然派一个腿都站不起来的废物残王来搞偷袭！今夜，老子就用这100斤巨锤，把你的脑袋连同你的轮椅一起砸成肉泥！拿命来！
什么？你的腿没废？滚！大越国北凉梁军在此，杀！一个不留！放响箭，传令中军，全线压上！大帅有令，北凉男儿随我踏平敌营，收复失地。这个伤口有腐烂迹象，立刻用神医谷的生肌散服上。那个失血过多的，把9转还魂汤灌下去，别让他睡着。王妃娘娘，我的腿保住了，我不用切齿了。保住了，有本宫在，阎王爷不敢收你们。国军，北凉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呼延将军被生擒，30万大军溃败，我国最后的3万禁军根本挡不住萧寒的虎狼之势啊！什么？国军怎么办啊？不能做亡国之君！快背降书，开城门，竖白旗！降了，大万国真的投降了。罪臣叩见大越国北凉王殿下。大万国不自量力，冒犯天威，罪该万死。今举国请降，求王爷大发慈悲，保全城中百姓。罪臣愿签下奖书，即日退出大越国境，割让边境5城，赔款白银1000万两，上等战马10万匹，3年内悉数奉上。罪臣对长生天立誓，大万国世代称臣，100年之内，一兵一卒绝不踏入大越国边境。若为此事，天诛地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降书本王收下。你记住今日誓言，若大万国再生异心，本王下次来要的就不是几座城池了。罪臣不敢，绝不敢再犯。大捷！北疆大捷！北凉王大破敌军30万，大万国军现降，割地5城，赔款1000万，100年不犯。北凉王千岁，王妃娘娘千岁，天佑大越国！战神威武，神医谷主威武！北凉王千岁，好一个北凉王千岁！功高震主，他这是要把朕架空，他不能就这么回来，带着灭国之威入京。这大越国的江山，这把龙椅，朕还坐得稳吗？不，绝不能让他风光回京。来人，传禁军大统领！禁军大统领何在？微臣在。萧寒携大胜之威归来。10万骄兵悍将在侧，若让他全虚全伪的入京，朝堂之上，哪里还有朕的话语权？朕要他在回京路上折损羽翼，元气大伤。传朕密旨，调你麾下3000精锐禁军，星夜赶赴回音谷设伏。回音谷，皇上，北凉军有10万人，且刚大胜而归，士气正盛。3000禁军就算在地里，只怕也……蠢货，谁让你硬碰硬了？初春冰雪消融，崖壁本就松动，你带人在崖顶备好滚木料石，等他的帅气入谷，便顺势推石下去。就说是山体滑坡，一场意外，朕要借地势稍作敲打，削其骄念之气，收回部分兵权，让他和那帮骄兵悍将明白，这大越国的军权终究握在天子手里。微臣遵旨，定不负皇上所托。萧寒啊，萧寒，功高震主，便是你的取祸之道。这回音谷就是朕给你的下马威。大帅，前面5里便是回音谷了，穿过回音谷，再有2日便到京城。传令下去，大军继续前进。大军听令，全军停止前进。
大帅，为何突然停军？回阴山地险，理应速速通过才是。夫君，看来皇上为了迎接我们凯旋，在这崖台上可是准备了一份大礼呢。可惜皇兄千算万算，算漏了。他要对付的不只是10万铁骑，还有一位算无一策的神医谷主。怎么回事？萧寒怎么会突然停军？难道被他识破了？不可能！100丈之高，又有积雪掩护，绝不可能被发现。不管了，动手！不用等他们进谷了，砍断绳索，滚石砸下去！就算砸不中众军，碎尸与雪崩也能重创他们前锋！给我砍！砍？呵呵，诸位恐怕没这个机会了。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皇家禁地！拿下他！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过是在这风口处撒了一点我神医谷特制的清风醉骨散，无色无味，闻之则筋骨酥软，内力暂丰。12个时辰内，便是一头猛虎也动弹不得。你们早就知道我们在此设伏。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家浅浅执掌的神医谷暗网遍布天下，皇上在御书房下的密谕还没送到你手里，拓本就已经放在我外孙女的案头了。不！带走，去见王爷。王爷，牙顶3000伏兵已尽数被擒，这便是从大统领身上搜出的陛下亲笔所写的密令。皇兄啊皇兄，这10万将士刚刚在冰天雪地里替你守住了大越国的江山，替你逼得大陕国君割地赔款，你不仅没有半分体恤，还要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设下这等死局。你的帝王心术便是这般对待忠魂的吗？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微臣只是奉命行事，微臣若不听命，9族都要遭殃啊！求王爷开恩，求王妃娘娘开恩！奉命行事，便能昧着良心谋害护国将士。若是阴谋得逞，前方流血拼命的将士家属又该向谁喊冤？写，把你如何受指使，如何设伏的经过，一字一句写清楚。若有半分虚言，本宫有的是法子让你说实话。你最好别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既然皇兄容不下本王，容不下我这10万百战忠魂，这笔账本王便到金銮殿上，当着天下人的面跟他算个清楚。全军听令，剑指京师，回家干！战神千岁，北凉王千岁！神医谷主千岁，王妃娘娘千岁！宣北凉王妃觐见。他竟然真的站起来了！好啊！皇帝不仅大破敌军，扬我国威，如今双腿更是奇迹复原，真乃天佑我大越国。皇帝与王妃立下这等盖世奇功，朕心甚慰。今日朕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你2人论功行赏。皇上，论功行赏之前，微臣身为大理寺卿，掌管天下刑狱，有一桩关乎国运、谋害忠良的惊天大案，今日必须在这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与10万将士的面，审个明明白白。微臣状告，有人暗中调遣3000禁军，埋伏于京郊回阴谷崖顶，备下滚木掠石，欲借山体滑坡之名，谋害刚刚大破敌国、立下奇功的北凉王与北凉将士。裴征，你放肆！你竟敢在朝堂上妖言惑众！微臣没有疯，是这天下纲程被狼心狗肺之人颠倒了。
皇上，这血书是禁军大统领亲笔供状，这道密制上盖的正是您的传国玉玺。敢问皇上，这天下除了您，谁能调动3000禁军？谁能在密旨之上盖下这独一无二的天子大印？不，这是伪造的，是你与萧寒合谋伪造的！造反！你们这是要造反！御卫军何在？把这2个乱臣贼子给朕拿下，杀无赦！好啊，好你们一群乱臣贼子！朕就说，玉玺一直锁在御书房密匣之中，怎会出现在密旨之上？定是你们这2个权欲熏心的狗奴才偷盗玉玺，假传圣旨，勾结禁军统领，妄图谋害护国栋梁。你们是想毁了朕的江山啊！闭嘴！死到临头还敢狡辩！来人，把这2个窃取玉玺、谋害忠良的逆贼虚夺全部官职，打入天牢，交由3司会审，按律处置。皇帝，朕实在痛心啊！朕受奸人蒙蔽，险些酿成大祸，让皇帝与10万将士受惊了。传朕旨意，北疆王萧寒功高盖世，护国有功，朕特封其为大越国摄政王，赐9蟒紫金袍，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驴上殿，位极人臣，1人之下，10000人之上。令封北疆王妃苏浅浅为1品诰命摄政王妃。请摄政王接金印。皇帝，你这是何意？臣不求摄政王之位，亦无异于这万里江山。如今大宛已降，边关100年无虞，臣的使命已经尽了。这30万大军的虎符，臣今日便物归原主，交还给皇兄。臣在死人堆里滚过，在轮椅上瘫过，尝尽了世态炎凉，皇家冷酷。这10里洋场，万里江山，在本王眼里，比不上我妻子寒夜里熬的一碗热粥。臣今日交出兵权，放弃所有世事，别无所求。臣只求以此生所有赫赫战功，换皇兄一道圣旨。皇帝，你想要什么圣旨？臣只求皇兄准许，让臣卸下所有军制爵位枷锁，带着臣的王妃离开这尔虞我诈的京城，远赴江南封地。臣愿立誓，无皇兄明诏，萧寒此生永生永世，绝不踏入京城半步。皇帝高风良节，重情重义，实乃我大越国之楷模。朕准了，朕全准了，快赐给萧寒。臣谢皇兄成全。浅浅，这朝堂的戏咱们演完了，夫君带你回家。好，我们回家去江南吃桂花酥。恭送北凉王，恭送王妃娘娘。草民的叩谢北凉王，愿王妃救命之恩，祝王爷王妃一路平安，福寿绵长。夫君，你看，这就是你拼死守护的百姓。这天下谁都可以怨你，唯独百姓会生生世世记着你的好。是啊，值了。10余年带光剑影，有这一声送别，便不算白挨。不过从今往后，我这双手不再我杀人的重剑，只用来牵我的王妃。夫君，我们不去城里的王府吗？不去。城里的王府在气派也是高墙大院，和京城皇宫有什么分别？冷清又压抑，浅浅不喜欢的，夫君自然也不喜欢。那我们住哪里呀？马上就到了。浅浅，往外看。哇，好美，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夫君，你看那是什么？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浅浅，当年那场替嫁，委屈你了。我的姑娘本该是世上最尊贵的金枝玉叶，怎么能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天受那样的苦楚？夫君便用这江南10里红妆，还你一场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王妃娘娘，这是王爷天大的心思特意备下的，全天下再也找不出第2件更尊贵的嫁衣了。吉时已到，请新娘子出阁。新郎官到。
倩倩，这一次是你我真正的成婚，没有提价，没有阴谋，只有萧寒迎娶他此生唯一的妻子。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礼成送入洞房。夫君，为父的腿早就好了，怎么舍得让我娇滴滴的新娘子自己走路去洞房？倩倩，夫君，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看不够，本王的妻子怎么看都看不够。10年前雪原，我双目失明，寒毒缠身，是你用单薄的身躯背着我一步步爬出雪窝，把最后一口干粮喂给我，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10年后，苏家阴谋算计，我瘫在轮椅上万念俱灰，又是你忍着剧毒反噬，用一双妙手硬生生把我从深渊里拉回了人间。倩倩，你就是我萧寒在这世上唯一的光，我的命，我的一切，生生世世都是你的。